说话，不要走出去，等我们回来。父亲，父亲！出来吧，已经安全了。嘿，小子有杀性。不必紧张，妖魔已经被我镇压。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我想单独埋葬我的父母。你不害怕？怕，但我更怕以后没有机会报仇。报仇？好，来人！聒噪！拿着我的刀去杀了他，为村子报仇。你敢吗？从今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，你可愿意？我能变得和你一样厉害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一生无儿无女，你便是我的衣钵传人。好。斩杀一境血缘，掠夺70年寿元。当前寿元10万158，消耗寿元针对修为、功法、武学、神通进行演化修行。击杀入品动植物，可掠夺血夺其剩余寿元。不错，这基础刀法已经圆满。你的天赋比我要好上太多，加上悟性非凡，假以时日，必然可以超过我。但是也不要自大，是知天外有天。六叔，我明白。武道之路一境为炼体，共分为4大炼：一炼皮，2道骨，3易筋，最后搬血。搬运周天气血，凝练底蕴。这类武者已经不似凡人，一举一动都有莫大威能。那六叔是什么境界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当年也是镇魔司中的一把好手，搬血巅峰镇魔校尉。可惜3年前追杀那头妖魔，不仅仅失去一臂，也伤到了根基，武道之路断绝。不说这些，你的天赋远超过我，一定要好好修炼，终有一日，你也会成为搬血境高手。这呼吸法恐怕已经大成甚至圆满，悟性惊人，突破成功，一炼皮之境。陈儿，天纵之姿啊！走，今日让你婆母做上一桌美食庆祝一下。六叔，我有事情和你商量。你想加入镇魔司？不错。镇魔司常年与妖魔厮杀，出生入死，以陈儿你的天资，根本没有必要。六叔，我已经想好，当年村子惨遭妖魔屠杀，我对妖魔早已恨之入骨。更何况我天资不错，进入镇魔司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。罢了，你的性子我也知晓，有主见，做出的决定很难更改。明日我便去问问。多谢六叔，镇魔司才是我未来的路。这里便是清源城镇魔司总部。清源城是大前皇朝北境12重城之一，世家林立，繁华热闹。镇魔司驻地高手如云，我任职30年，人脉还是有的。你紧跟着我。这次我带你见的，便是我曾经的同僚，也是一名搬血巅峰的镇魔校尉，名叫岳无常。你便在他手下任职预备镇魔卫，等时机成熟，自然可以转正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当然，我也有不对付的。此人名叫李天魁，虽然职位也是镇魔校尉，但是实力已经突破武道第2境玄窍。你往后见到他，尽量避着点，他不会对你这个小辈出手的。柳叔与此人有仇？深仇大恨倒也不至于，
虽然镇魔司家大业大，但天才武者太多，资源不可能平等分配，便是要争，晋升机会要争，稀缺资源也要争。刘兄，这便是你家中的麒麟子，果然不凡。哪里，与那些天骄比，还差上不少。见过岳大人。不错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往后你便留在我手下吧。洛兄弟，恭喜加入镇魔司，以后就是同僚了。我还要多谢王兄的引导。我们镇魔卫不讲那些虚的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各位同僚。岳大人掌管清源城以东300里，但凡出现妖魔，情报会第一时间出现在阁中。寻常大人手下应有镇魔使10位，镇魔卫过百，预备役常年也有个10几位。王哥，是又来新人了，兄弟怎么称呼？洛尘，首阳镇魔刀，至刚至阳，对寻常阴鬼妖魔伤害极大，镇魔卫入门刀法之一。演化推演，往后消耗寿元太过庞大，要尽快有进项了。但凡能被称为妖魔的，都是入品生灵，在低境界就有数倍武者的寿元。更何况妖魔还是人族死敌，斩杀妖魔不需要理由，这些都是我上等的修行资料。投入10年寿元演化首阳镇魔刀，成功投入10年寿元演化武学。第1年，首阳镇魔刀成功小成；第5年，首阳镇魔刀大成，诸邪退避；第8年，首阳镇魔刀圆满；第10年，悟性不足，寿元16分135。这刀法居然还有后续，可惜悟性不足，最后2年有点浪费了。10年寿元获得功法圆满，总感觉不是很划算。晨儿也是该考虑婚事的时候了，不知可有中意的姑娘小姐？伯母，是我一心武道，想这些太过早些了。这孩子，晨儿此时正是武道精进的时候，你就过2年再牵横线吧。只是晨儿这般优秀，我王家亦有嫡女天资不凡，可辅佐她。行了，日后再说。报时已到，3天后，这个月的月考便开始，不合格的人便离去吧。月考针对3个月以上的预备役，新加入有3个月时间修行。近几日加入了5名预备役，我前几日没有时间，今日便一起吧。你们5个跟我来。能入我镇魔司预备役，放在外面武馆也都算是一个小天才。但我老人家在镇魔司当教习50年，见过太多天才，他们大多都死在了妖魔的手中。记住，天资只是成为强者的入门券，而不是强者。至少你们现在还没有资格。接下来我会为你们讲解修行的一些疑问，你们且听好。去吃饭吧。洛兄天资不凡，一日便将镇魔刀入门，很快就能成正式镇魔卫。这孩子怎么样？刘兄在我面前虽然嘴上谦虚，但我了解他。如果这孩子没有天分，是不会送我这边来的。此子心性沉稳，深藏不露，天资不错，悟性非凡。而且他首阳破魔刀绝对不是入门，至少是小成。这么说，老柳送来的还是个天才。按照现在的精进速度，想要突破断骨，至少也需要半年，这不符合我的指示。其实半年从炼皮挂入断骨，在震波之中依旧算是不错。这还得益于我圆满的赤阳呼吸法，不然时间还要拖2月。不行，还是太慢了，1个月后必须突破。曾有天骄1日炼皮，半月断骨，别人做的，我洛尘为何好做不到？你就是洛尘，听闻你镇魔刀已经小成，不如我们切磋一下，各自打磨武艺如何？2位这是何意？武道之路当然相互印证切磋才能进步，洛兄可否指教？李青不是隔壁演武场的预备役吗？这人怎么跑这边来找人切磋？听闻这李青是李校尉的子侄，天赋不错。2人有过节啊，来者不善。原来如此，李天魁与柳叔有过节，但不好对自己一个小小辈出手，
便派遣这两人过来试探，可笑。镇魔刀小城，倒是小看了你。实力不错，但是差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他在突破炼皮不足之月吗？承让。此人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善罢甘休。败了，侄儿与那人交手数十个回合，不敌。他在与你戏耍，这都察觉不了。戏耍，他隐藏了实力。下去修炼去吧。是时候突破了。我用10年寿元进行断骨。第1年，你打破断骨关，气力大增；第3年，你断骨大成，单臂一晃8000斤巨力；第10年，你断骨圆满，气血增加数倍，单臂一晃10000斤巨力。就这？不是说断骨圆满单臂一晃18000斤吗？现在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快要接近1倍了。继续。第15年，你继续淬炼骨骼，力量增加3000斤；第20年，你全身铁骨浮现一丝金纹，你将之命名为黄金骨；第30年，你全身骨骼变为灿金，单臂一晃36000斤巨力，黄金骨大成，寿元16105。30年寿元换来一身黄金骨，如今已经断骨圆满，必须要学习一门遮掩气息的功法，留作底牌。这功法并不高深，先投入10年试试水。成功投入10年寿元演化功法。第1年，你敛息诀大成，寻常武者难以看穿；第5年，你敛息诀圆满，已经达到此功法上限；第10年，你尝试修改完善敛息诀，圆满的敛息诀给你尝试突破功法上限的希望。没了，这他妈就没了！浪费我5年寿命草！不行，不能前功尽弃。圆满的敛息诀虽然不错，但是此功法太过粗浅，镇魔族高手如云，难免会遇到可以看穿的。再来，拼了！第15年，你苦于悟性不足，无法明悟；第19年，冬去春来，你观摩万物复苏，书写成册，枯木逢春，陷入顿悟之中。枯荣诀圆满，寿元1683。当年斩杀那只血猿所得的寿元，已经尽数化为我自身的实力。那日躲在地窖之中，看着父母以身为饵的无力与绝望，我不想再经历了。六叔，我已经突破2炼断骨。哈哈哈哈！天纵之资啊！据我所知，清源城可以和你比肩者寥寥无几，不足一手之数。今日值得痛饮。小陈，你的天赋真让我惊讶。六叔，断骨我刚刚突破，可有什么注意的？对，我差点忘了与你说，你天资非凡，当在断骨期继续锻炼打磨，当一身骨骼呈现完美的灿金之色，方为圆满。武道第1境名为炼体，何为炼体？当然褪去一身凡体，练就一具武道宝体。多谢柳叔指导，我一定。陈哥早，陈哥，我这镇魔刀多日未有寸进，可否指导一番？陈哥，听说你突破了。陈哥，镇魔卫的位置1年1补充，每一次的名额都是有数的，距离下一次镇魔卫考核还有半年时间。半年，时间太长了点。洛尘是吧？校尉大人找你。劳烦带路。见过岳大人。坐。我早上路过演武场，见你这是突破了。昨晚侥幸突破断骨。哈哈，武道之路可没有侥幸一说。这有一份情报，你先看看。东南一座云雾山脚下的村子，近几日出现一头妖魔，初步估计实力在炼皮。镇魔卫的考核便是独自斩杀一头妖魔。你要是有信心，我便做主让你提前考核。大人，我愿意前往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等你凯旋。那里就是云雾山。这究竟……岳父是村子有名的好手，可开500斤大功，竟然一招就被……你要吃便吃我吧，放村子老小一点活路。
年老体衰，滚！蝼蚁！这些下贱的人类已经无法满足我的修炼，要是能来一个人类武者，是大壮他们带来的官府武者吗？我们有救了！6年前的我，不也是这样吗？等等，斩杀一境炼皮蛇妖，掠夺38年寿元，寿元16,121。增加了38年寿年，还行。那少侠离这老远就把那妖魔重伤，应该没事儿。那畜生定然是死了，少侠在处理尸体。分内之事罢了，快请起来。各位不必如此。话说回来，这村子坐落山林之间，你们不怕猛兽妖魔袭扰吗？唉，猛兽袭扰我们尚且可以驱赶，但妖魔祸患却只能去寻求官府。那你们为何不搬离此地？少侠有所不知，我们祖辈都在村中，尚有农田耕种，如果去往城镇，那可如何过活？太晚了，我记得前面不远处有一处驿站。客官，吃点什么？给我上壶好茶，再上1斤牛肉，5个白面馒头。还是大城官道安全，每日都有镇魔卫巡守。可怜小五和小八了，死在了路上。他娘的，这一路也是九死一生。要不是遇到那位大人，我们恐怕都要死在妖魔口中。莫要张扬，等到了清源城，完成这一单，银两翻倍。哈哈，镖头痛快，明日进城去春元楼快活。客官，1斤牛肉，5个白面馒头，请慢用。此人有问题。这位少侠，虽然这官道每日都有镇魔司巡逻清理，但黑夜还是不要单独出行。大哥管这些干嘛？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！抄起家伙，以免应急迟豫。大哥，他们我不清楚，但小心为妙。你是何人？镇魔司预备一落尘。你是李天魁派过来的？李天魁，对对对，李大人想要你的命啊！收养镇魔刀。你不是人，老子就是人！小辈，拿命来！李天魁对我下手，甚至不惜确是一头妖魔。不对，妖魔化于漏洞百出，经不起推敲。给我死！镇魔司落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明知不敌也要恶笑我一下。没死，只是分身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先去镇魔司提交任务吧，免得柳叔他们担心。少爷，老爷让您回来去见他。知道了。进，坐下说吧。跟我说说此去什么情况？云雾村蛇妖作祟，我击杀后返程途中被一个妖魔跟随，交战一番后，他化作人皮将我包裹，随后逃离。
那妖魔皮魔应该是一头炼皮妖，将武者击杀，剥出皮囊，将皮囊炼成妖魔的分身。而且此妖颇为记仇，极为难缠。皮妖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谁泄露了你的信息，是谁想要置你于死地。六叔，前段时间李天魁的子侄来找我切磋，想来便是这位校尉的授意。不应该，李天魁。我了解那位老对手的为人，而且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不至于到了对小辈打杀的地步。更何况，随着我远离镇魔司，恩怨早已所剩不多。你也不需要害怕，至少在清源城中，妖魔不敢进入。明日你可将任务细节告知岳无常，他会调查的。实力才是根本。今日真实实力已经暴露在妖魔眼中，明日再上报镇魔司，在那些高手眼中，肯定也能看出我隐藏了些许实力。看来得先嫁掉了。第1年，你断骨圆满；第5年，突破1金；第10年，1金小成；第15年，1金大成；第20年，1金圆满；第25年，你苦苦追寻突破，实力略微进步；30年，1金圆满，你陷入瓶颈，寿元16分91。虽然消耗寿元过多，但也是有好处的，便是根基无比扎实。推演功法后续，不易于重新创法，需要足够的武道修行经验与知识。看来以后还要多看书。还剩91年寿元，我的功法武技都是圆满，推演后续功法太过消耗寿元，留下点寿元以备不时之需。洛尘，见过校尉大人。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起，预备役洛尘正式成为镇魔卫。洛尘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什么情况啊？镇魔卫考核时间不是还有很长时间吗？最近也没有镇魔卫死伤，需要补充啊。还不是靠着背景，说不定人家连考核都省了。唉，这是哪家的少爷来镇魔卫镀金？疯了不成？听说是曾经一位校尉。昨日考核镇魔卫已经去现场验证真伪，恭喜你正式成为镇魔卫。还要多谢大人提携。镇魔司一切以实力为尊。听说你遇到了炼皮妖，这尊炼皮妖1年前便活跃在清源城方圆千里内，出手都是猎杀天才武者，被他盯上很少失手。总司大人怀疑城中有叛徒，但一直没有查出来。你想说是不是镇魔司内部出现叛徒？有可能，而且可能性很大呀。总之，你往后要更加的小心。寻常正式镇魔卫都是需要轮值去城外巡守的，我可以允许你在总部继续修行半年，再一起去正式轮值。校尉大人，我愿意去城外巡守。这块玄金铁便算是你成为镇魔卫的礼物。你长刀在战斗中破损，这块玄金铁可助你打造一把宝刀，收下吧。总司大人，昨日你亲自跟随他去完成的考核，你与那炼皮妖交手了，怎么样？极为难缠。寻常炼皮妖分身不能离开本体10里，但这一头给我的感觉不一样。我搜寻了方圆30里，依旧一无所获。昨夜，王家那位有望登上乾隆榜的天才同样遇袭，两地相差足足上百里。这洛尘很有意思啊。不是岳无常，会是什么人呢？不行，枯荣诀感觉有点不够用了，有机会还要继续往下推演。刚刚那一瞬间，我甚至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看穿。果然，镇魔司高手如云。
报告大人，人已经到齐。今天轮到我们当值，时间为1月，现在出发。怪不得在镇魔司的人不多，原来都出城巡守了。平日里有1/3镇魔卫在城外巡守，1/3镇守重要之地，1/3在修行。在外巡守会拖慢修行，寻常都是1月1轮换。洛尘，你也不必紧张。虽说现在时局动荡，妖魔不少，但1月能遇见1头妖魔，都算运气不错了。妖魔这么少吗？妖魔智慧非凡，清源城4周每日都有镇魔司巡守，只有一些愣头青才会来此。我有些想当然了，妖魔少不缺的便是时间，倒是不必着急。我说老李啊，你这活计比我们可轻松多了啊！老了也就能在这儿发挥发挥鱼肉。怎么样？最近有什么妖魔出没？这里是？这处驿站是我们的一处暗桩，负责情报搜集与调度。原来如此。洛尘，这1月你便镇守在这里，山脚下有我们的据点，有情况及时通报。许山，你也一起留下吧。是。这里有一处村落，前几年时常受到妖魔袭击，击杀妖魔后，因为位置特殊，渐渐的也成为我们常驻守据点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与想象中镇魔司的印象不一样？是有点。两位大人，村中已经备好酒菜。两位大人，快快进村！有镇魔司在，村子安全有保障，一点酒菜不算什么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我们不吃不喝，他们反而不放心。要是有你那么好的够口也就罢了，我去村口转转。好，注意安全。那炼皮妖一直在暗中，总是一个麻烦，在村子有些麻烦。万一妖魔寻我而来，我不一定可以护住所有人。许山这种老人早就没了进取之心，看来还得靠自己。什么破鱼竿？撒网！必须撒网！上大祸了！来得好，等的就是你。还有2具分身。炼皮妖，你实力进步的真快啊，真是令人着迷的皮囊，将它炼制成皮魁。2个断骨圆满，1个一金初期，这样的阵容足够猎杀1个月前的我。可惜今时不同往日。你怎么会提升的这么快？还是没有获得寿元，真恶心。你这具皮囊我看上了，我还会回来找你的。妈的，浪费了我一条宝鱼。罗晨，什么情况？有妖魔出没？都解决了，是个妖魔的分身。可惜那个妖魔像是乌龟一般，不敢出来面对我。是吗？还是你们年轻人厉害，这可都是功劳啊！真是让人惊讶。
你难道拥有传说中的五谷？不过不重要，等我得到你的皮囊，这具身体的主人可是因你而死。你说的不错，雪山或是因我而死，所以我当为他报仇。炼皮妖炼制皮魁必须要本体出手，他必然刚刚离开村庄不久。今早雪山还和我一同用餐，那时候他绝对没有死亡。该死！是炼皮妖，不错。许山的妻子上个月有了身孕，他早就想要退下去了。听闻你来了，他高兴了好多天。有人可以顶替他的位置，可惜啊。我知道你的目标是我，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别往心里去，从加入镇魔司开始，每个人都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。好好休整一下吧。陆晨，镇魔卫只能翻看前2层的书籍。明白。炼皮妖真身难觅，但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总有办法可以寻找他的真身。找到了，武道神通，千里寻踪，可准确寻找定位炼皮妖真身。武道神通，那至少是武道第3境神异境武者之中的天骄才能领悟的东西。不如学习一下占卜推演、天机因果之道。无影寻香谷可捕捉追踪万物残留的气味信息，无论是实体气味还是妖风法力残留，都可捕捉踪迹。古道无影寻香谷就是它了。镇魔卫一境层次的功法武技是可以随意学习的，但不可外传。这也算是镇魔卫出生入死的福利之一。想来也没有几个镇魔卫会多学多看，毕竟武道之路本就艰难，寻常武者将1-2门武学练到大成圆满，都需要10几20年，哪有时间去多学？新进镇魔卫，可看1楼功法文学。不知可有古道的功法？南疆距离我们北境相隔108000里，我们这里的藏书楼可没记载。也许镇北城的镇魔司总部有记录。我只有1门绝学，手段上还是差了些。武者一境，比拼的便是气血与力量，便挑选1门横练武学。金刚身须弥寺上乘横气功，练到大成宝气难上，就它了。至于无影寻香谷的培养炼制方法，也许可以去武者坊市上看。寿元不多了，要留着推演古道。金刚身以后再说。3两银子。客人想要什么？我这儿可是上等的幼蛊，培养好了，不失一大助力。气血蛊、回声蛊、寻味蛊、天眼蛊，这些异传反蛊都是蛊师最常用的。不知这寻味蛊售价几何？客人想要，便1支50两银子即可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只是幼虫而已，25两银子最多了。客人砍价不是你这样砍的，最低45两。哦，对了，蛊虫培养买1只大概率还是不够的，毕竟有些蛊虫潜力有限，很难晋升。不行，最多28两。
低于43两不卖，30两一只。老头子，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赔本买卖。那都是我大半身家了。老张，你可出售古道入门功法？这本《玉骨心经》100两银子，不二价。我只有50两。行吧，50就50。找钱。小子怪机灵的。奶奶的，又被盯上了。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从他进来巷子我便盯上他了。干了，兄弟们！我伪装的与其他人差不多啊，为什么盯上我了？三位，能告诉我伪装的这么好，你们是怎么盯上我的？哈哈，老大，我的眼光还是独到啊！这果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操！我也许伪装的不是很好，但你们也一般啊。击杀一境断骨武者，掠夺寿元一30年；击杀一境断骨武者，掠夺寿元47年；击杀一境断骨武者，掠夺寿元一25年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最近有点缺寿元？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寻味骨，一转寻味骨成长进阶到2转，便有机会成为无影寻香骨。这玉骨心经还是品级不错的古稀功法，常见的1、2转蛊虫都有记载，还记载一种真虚蛊虫的培育方法。这老头不会是快要死了，便将自身传承打折出售，寻一传人吧？消耗寿元，开始推演玉骨心经。第1年，你以鲜血喂养一转凡骨，炼化成功，玉骨心经入门；第3年，你培育出本命骨，玉骨心经小成；第8年，玉骨心经大成；第13年，玉骨心经圆满，寿元16,180。古道确实手段众多，2转无影寻香骨炼成之际，便是你炼皮妖的死期。如今寿元充盈，先尝试推演金刚身，增加底蕴。消耗寿元，开始推演金刚身。第1年，你积攒1点横炼经验；第10年，你周身绽放古铜光芒，金刚身入门；第20年，你气血暴涨，力量、速度、防御大幅度提升，金刚身小成，寿元16分160。20年寿元下去，才看看小成，干了，至少要大成才能停手。第30年，金刚身大成；第35年，你实力略微进步；第45年，你实力略微进步，你福灵心智气血过关，金刚身圆满，寿元16,130。金刚身果然没有选错，仅仅指圆满之后附带的气血提升，就让我跨入斑血圆满。炼皮妖，你最好实力强一些。先对付一晚吧。武者之血蕴含庞大气血之力，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培育方法。想要培育出2转2转蛊虫，还需要点时间。六叔，走，年关将至，我们出去街上转一圈。新一年的乾隆榜张贴出来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乾隆榜记载北境30岁以下武道天骄的榜单，这月我清源城亦有新天骄上榜。给我拿一张乾隆榜单。好嘞，10钱铜板。这乾隆榜是镇北王府发布的，记载北境30岁之下武道天骄。武天穹30岁，乾隆榜第1神境境，曾施展武道神通，一招斩杀神境境妖魔。诸葛兴29岁，乾隆榜第2神境境，1月前千里追杀一名神翼大成武者，3招斩杀。哈哈，这小子也是终于登上榜单了。这王天昊出自清源城王家，是这一辈王家倾尽全力培养的天骄，也是你伯母出身的家族。将来有机会，你们可以认识一番。王天昊25岁，1月前突破玄窍境，修上等武学，曾斩杀一道炼皮妖斑血分身。这炼皮妖是与盯上我那只是同一个吗？晨儿，你也不必气馁。
他们比你大这么多，身后都有势力支撑。等你到了这个年纪，必然也可以登上榜单，一睹天骄风采。李大师，我来取宝刀。这可是我最近1年最满意的作品，希望在你手上可以多斩些妖魔。好刀，刀身闪烁金色鳞片，便叫金鳞。多谢李大哥了，改日醉仙楼小聚，李大师一定要来。好说好说。你小子1个月不见，实力又有进步啊！年关将至，最近家中花费不少银两，买了几条宝鱼，小有收获。年关将至，本是放松喜庆的日子，可惜啊，妖魔不过年，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来闹腾。李校尉所管辖的500里天断山地界出现一股妖魔势力，经过总司大人批准，联合5位镇魔校尉共同诛魔。明日整装待发，禁术到齐后出发天断山地界。好，任务时间最少也要超过半月，错过了新年，今天就早些回去吧。联合诛魔，5大镇魔校尉出手，几百名武者，高手如云，没什么危险，反而是赚取功劳的好机会。原来如此，不知道这次出城你会不会来呢？脸皮妖，我开始找你。柳叔，明日我就要出发去天断山，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。晨儿，你才刚刚练武不久，遇见妖魔不要逞强。我会的，放心吧。今天差不多就可以炼化了。二转蛊虫，无影寻香蛊。希望你可以给我带来惊喜和收获。无影寻香蛊是你的种类，作为我第一只蛊虫，便叫你小蝶吧，形象贴切，不错。我志在武道，蛊师之路只是辅助，不像其他蛊师那样，没有本命蛊，实力无法进步。我的寿元上限是130，实力还是太弱了。脸皮妖暗中虎视眈眈，又不清楚这次搞出这么大动静的妖魔势力有多强，要尽快获得玄巧劲功法了。总司大人，参见总司大人。清源城镇魔司总司，上官长月，潜龙榜第3的天骄，年仅29岁便是神境武者，增寿300载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此次围剿天断山最深处的一处魔窟，首领为一尊神异层次妖魔，号称白骨大圣。李校尉已经在防守，现在出发，我亲自带队。人数太多，分散出城，莫要惊扰沿途百姓。是。目标天断山，出发！看这模样，附近又出现妖魔势力了。将来我家臭小子要是能当上镇魔卫，也算光宗耀祖了。嘿嘿，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主人，那具白骨答应了。
那疑似拥有五谷的小天才来了吗？我的皮魁传来消息，来了。拥有五谷，武道天赋世所罕见，堪称百万里挑一的天才。如今他应该也快半血了，五谷得到滋养，移植的概率才会高上一点。盯紧他。是我的主人。出任务不能喝酒，这是唯一不痛快的地方。这次任务不简单啊！想不到总司大人都亲自出马了。神异境之间亦有差距，这差距比普通人面对神异境还要大。总司大人位列乾隆榜第3，杀寻常神异易如反掌，根本不需要他出手。这次任务不用逞强，听安排就行。你前途光大，别为功劳冲动。我明白。没想到刚出城1天，便有皮魁出没，脸皮妖真是阴魂不散，对镇魔子行踪了如指掌。只希望可以顺利下去吧。你们就地休整。这次来的大人们都在那里吗？当然，那里是李校尉日常镇守一室之处。这500里天断山可都是这位校尉的地盘，能镇守如此山脉，李校尉实力稳排前3。有点难办了。敢这么光明正大出现在上官长月面前，还没有被发现。镇魔委洛尘，总司召见。小子愣着干嘛？总司大人召见，你小子要发达了。小陈，不，陈哥发达了，别忘记兄弟啊。进。见过总司大人。斑血圆满，很不错。侥幸突破。看来枯荣诀等级还是太低了，在神异层次面前，竟然这么轻易便被感知到。不必紧张，既然加入我镇魔司，有天资当然会被培养。你可拥有五谷？回总署大人，属下没有五谷。属下曾去藏书楼查阅过，五谷简单来说，便是体内比常人多一块骨头。拥有五谷之人，神寂境之前不存在瓶颈，突破境界如水到渠成。可否让我探查一下？总司大人随意。这本功法名为《大日神拳秘典》，玄窍境可开260窍，为上乘开窍功法，便送给你。多谢总司大人。总司大人，玄窍最多可开多少窍穴？玄窍极境可开360窍，天资、悟性、资源与绝世功法缺一不可。可开360窍的功法，无不是大势力的核心。大不了自己推演一门绝世功法出来，就是要多赚取一些寿元。可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？总司大人，可察觉附近有妖魔气息？放心，我们的谈话别人窥探不到。我曾被一尊炼皮妖暗杀数次，为了找出妖魔真身，特意炼化了一只无影寻香蛊。根据蛊虫感知，炼皮妖大概率混入了5干校尉之中。李天魁费尽心机的引我出来，想来是做好了准备。他或者他们太小欠我了。你先去修炼吧。这背后还有人或者势力。刚刚校尉大人宣布了我们的任务，我们镇守往西50里外的一处要道，在正式围剿之前，不允许放走任何妖魔。这处山道在最外围，算是比较安全的。不要放松警惕，危险无处不在。老大明白。大日神拳秘典未入门。大日神拳秘典，开辟260窍，在体内化作一尊大日神拳，凝练大日罡气，
神拳涌现气血，远超寻常武者。不愧是上等玄跷功法，那绝世功法又该有何等威能？都打起精神来，出发！希望上官长约的准备够充足。要是出错，这可是几百名武者，青元城大半镇谋卫都要陷入生死之间。好好守着吧，等待校尉大人命令。校尉大人说，这次行动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下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守好这处要道就好。是。这里视野不错，不过希望不要浪费太久时间。这期间嘴里真是淡出鸟了。毕竟那妖魔是一尊神异，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我也不能等了。给我投入30年寿元，推演大师神拳秘典。成功投入30年寿元演化功法。第1年你进度缓慢，第3年秘典入门，第10年开辟12玄窍，第20年开辟体内36玄窍，第30年开辟48玄窍，寿元17、100。这就是力量。倒是给小家伙下的够呛，马上到了关键时候，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！枯荣诀也需要提升一下了，不过推演功法才是真正的无底洞啊！投入25年寿元，开始推演枯荣诀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枯荣诀。第1年你开始尝试，第3年你失败了，第10年你尝试补全自身底蕴，第25年你博览群书，增长智慧，悟性提升。25年都没有头绪，我如今只剩下不到60年寿元，继续推演下去，外貌可能会无法彻底恢复原样了。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，要是外貌会衰老，我便潜入山脉深处，这里有魔窟，不缺少妖魔。斩杀一只妖魔，寿元就回来了。演化技术。第40年，你依旧没有头绪；第50年，你心中渐渐有了新方向；第80年，你老了；第81年，你快死了。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寿元展现。那个，留下半年寿元做警戒线。第82年，你已经油尽灯枯，却看到了前路；第83年，你领悟一缕岁月之气，你总结归纳，命名为岁月宝卷。功法岁月宝卷小成。还好，寿元劫杀不影响我身躯之中的生命力。功法岁月宝卷小成，这功法涉及的力量太过深远玄奥，岁月宝卷也只是简单的捕捉到了一缕岁月之气，缺陷很大，但是潜力却是无穷，要尽量将它推演补全。好在有了岁月宝卷，隐藏实力自不必说，自身天机也全部被岁月所遮盖，面对高手。来了，那里是王月看守的定位。王月，可惜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寿元，我寿元已经尽底，急需要妖魔送上门来。镇魔园一般是群居妖魔，小心了。我已经通知了附近的镇魔师，支援很快赶到。坚持住，不能放出一只妖魔！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。
这里不是最外围吗？马上大战在即，深处的妖魔洞竟然会允许这样的大妖离开，不可力敌。这头老远至少是斑血，想办法拖住，支援很快就会来。身为镇魔使，妖魔在前，没有退缩的道理。怎么，就凭你们几个小虫子，也敢拦我的去路？大王，交给小的们！前方是我大前人族疆域，诸位还是退回去吧。我要是偏要走呢？那就要问我们镇魔卫手中的刀了。洛尘，快躲！王哥，有心了。洛尘，小心！人类，放我们离去，我承诺。不会伤害沿途人族。晚了，最近有点缺时间。区区半邪境也敢猖狂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所有镇魔卫，随我杀！今日便拿你开刃！洛尘，怎么可能？老朽是全力一击，这人族少年紧跟连受伤都没有。金刚身果然名不虚传，那么热身完毕。九阳破魔刀。想跑？刘晨，要小心啊！天断山妖魔洞中有什么布置？最强的妖魔实力怎么样？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妖魔也怕死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下一次见面，我必杀你。你以武道之心立誓。好，我以武道之心立誓，这次不会杀你，行了吧？天断山中最强者便是白骨大圣，他原本是一名人族强者，死后骨骼不朽。人族强者，这就是你们逃窜出来的理由？最近，白骨大圣准备炼制一把神兵，却要献祭许多生命。我提前得到消息，逃了出来。你走吧。我们又见面了。
不讲信用。我很守信用的，和你绕了一大圈。击杀一境，魔元掠夺178年寿元，寿元17,170。老大，这是处处怎么发疯了？我是真心话。洛尘，没事吧？老大，这里交给我吧。让你们跑了，岂不是浪费我的寿元？破魔刀！成功击杀一境，断骨魔元掠夺120年寿元；成功击杀一境，断骨魔元掠夺145年寿元；成功击杀一境一心魔元掠夺273年寿元。寿元上限成功突破1000年，开启寿命查看功能。寿元17分1440。1000年，这次收获可太大了。陆晨，那老袁呢？死了。老大，这里不是说好的地方，我们先离开。没事吧？抱歉，来晚了。多亏洛尘兄弟力挽狂澜，不仅击杀了对方的头领，还及时回援，不然我们可能都得交代在那里。你小子一直在隐藏实力。那天总司大人单独面见你，难道当时总司大人就发现了你隐藏实力？来人，将3名伤者送回大营养药。总司大人既然知道你的实力，却允许你在此，想来有所安排。这处峡谷靠你了。好歹给我留点吃的。峡谷深处有皮魔出没的踪迹。这么说来，这群魔猿说不定是被炼皮妖引来的。现在寿元充足，实力还能暴涨一波，不然总被炼皮妖这么恶心，也不是办法。先提升刀法，投入寿元演化兽妖瀑布刀。第30年，你将血钢凝化成刀；第70年，你演变一道钢劲至刚至阳；第75年，你将众多感悟梳理成册，命名为大日真刚。第100年，你察觉大日真刚太过霸道，即便是你的身体也难以长时间维持。大日真刚太过极端，还需要改进。继续。第150年，你尝试凝练极阴刚劲；第200年，你失败了；第450年，你向死而生，凝练阴阳真刚；第490年，5季阴阳真刚圆满，寿元17金950。威能无穷，比之先前提升何止10倍。450年的情绪爆发，是我的灵魂与精神不够强大吗？等到了神殿境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。48玄窍有些少了，天断山大战即将在即，干了，大不了之后沉淀一段时间，投入寿元演化大日神拳秘典。第20年，你开辟73玄窍；50年，你打通108玄窍，大日神拳秘典大成；350年，大日神拳秘典终圆满，寿元17分600。靠，这是要凌迟我吗？身体仿佛灌满水的气球，随时会撑破的感觉真恐怖啊！
虽然面板贴心的给了术后修复，但过程之中的疼痛可是亲身经历。我现在实力加上阴阳真罡，这天断山脉应该是除了白骨大圣和上官长月以下第一战力。金刚身倒是不急了，至少也要缓一缓。我想要开辟圆满360玄窍，必须要把大日神拳秘典突破极限，达到玄窍圆满功法才行。这又是一个无底洞，仅剩的600年寿元，恐怕也有心无力。白骨大王，可以开始了。好浓郁的妖魔气息。校尉大人命令，所有镇魔卫撤出天断山区域。为什么？信件上没说，我们听命行事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校尉大人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李天魁叛变了，偷袭了大营，并且隐藏了实力。现在我们已经死伤1名镇魔校尉，剩下2名校尉不知所踪。李天魁在找他们，看来这个李天魁必然与炼皮妖有关。李天魁要么是炼皮妖的皮尾，要么炼皮妖就跟在他身边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。你们在外面守着，要是情况不对，便回城报信。大人，不可！太危险了！校尉大人！这小子，李天魁，不怕总司大人回来清算吗？你就这么确信总司大人会败？哈哈哈哈哈！脸皮妖，李天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攻击妖魔！主人，把他们交给我吧。糟糕！主人，新的皮魁很快就练好。炼皮妖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有意思，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小子，你该不会认为我们曾经没有机会杀你吧？听闻你已经突破斑血了，五谷真是强大呀！想当年，我为了这一身实力，多少次与死亡擦肩而过，却被你1年时间转伤。五谷得到斑血境滋养，已经可以短暂离体。虽说移植的五谷在天资加成上不足曾经的30%，但还是有几率获得铭刻在五谷之中的先天神通。你是我的大机缘。谁告诉你我有五谷了？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武者。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会亲自刨开你的胸膛查看。我早已经在3年前开辟108玄窍，玄窍大成，苦于悟性不足，神年境触手可及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我李天魁一路艰辛，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天骄。凭什么我拼命争取的东西，你们这些人却可以轻易得到？不，刚进，怎么会？即便你拥有五谷，也不应该。你居然突破了玄窍！该死！既然我得不到五谷，那你就去死吧！
击杀玄窍境李天魁，掠夺48年寿元。一个玄窍境武者提供的寿元，还没有一只入品妖位多，可惜了。50岁左右踏入玄窍108窍，位列镇魔2品校尉，本有大好前途。出来吧，要我再去砍一刀吗？大人饶了小妖吧！你知道的，我也是被这混蛋逼的呀！像大人这般年少有为、英武不凡的天骄，才是我选择追随的对象。您可不能杀我！天断山深处发生了什么？大人，那位白骨大圣炼制了一把神兵白骨幡，想来现在应该困住了上官长月。但上官长月也不是好惹的，两人还在争斗。听闻那白骨幡可不得了，一兵在手，一人成兵，更能借助幡中万鬼之力加持己身。这样的神器，应当归大人所有啊！这是你的真身。死性不改。斩杀玄窍炼皮妖，掠夺280年寿元。这一击消耗有点大。没死，但是有没有心理阴影就不好说了。两位大人，没事吧？可能是总司大人留下的后手。总司大人英明，总司大人应该早就察觉到了李天魁的叛变。白骨幡出！这方天地似乎化作了白骨幡的领域，在这片领域之内，我体内运转的罡气都迟滞了几分。白骨巨人观想图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去死！让你见识一下寒月宫绝世观想图，千月同天。没想到寒天宫末代传人竟然悟出了这门传承，可惜喽，那个老家伙看不到了。这一生终究成空空。死也要拉上一剑飞！神域这么恐怖吗？5到6将，神域便是分水岭。
但从未想过差距竟然会这么大。修的同一个武道了，这便是神域境的核心，精神映照现实。本来还想来捡漏的，你们这么大，我还玩什么？白骨都被打散架了，应该没有危险了吧？不管了，要是势不可为，我必然先逃。但刚刚的局势，那白骨不死也活不成了。这一次是我赢了，寒莲宫的传承就要被我亲手断绝。该死，大意了！难道今日就是我的陨落之时？让你装逼，翻车了吧？你还没死啊，那正好。人族小辈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啊！放我走！我传给你绝世传承，我的传承人族也可以修行。真特像。击杀神意境白骨大圣，掠夺1250年寿元，寿元17值2178。面板掠夺寿元，好像只能掠夺对方剩余寿元的70%-80%。也就是说，神印境妖魔寿元竟然有恐怖的2000年，难怪这么牛逼。年纪轻轻跨入神印境，增寿500载，500年放在前世足以俯瞰王朝兴衰。希望赶回去你还没死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莫要让人打扰。你要是快死了，可要吱声啊！2000年，算了。山脉深处3天前就已经没有战斗波动了。说，宗司大人是不是？不可能！宗司大人如果战败，那白骨大圣为何销声匿迹？不可能！宗司大人不会败，继续寻找吧。洛尘啊，洛尘，你这臭小子可别出事啊！如今天断山深处沉寂了3天，总司大人不知所踪。现在开始沿着外围进去探查。是。你们为何现在才进去寻找长月？要是长月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这身衣袍也穿到头了。见过副总司大人。哼，要是长月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这身衣袍也穿到头了。副总司大人，并非我等不愿前往搜寻总司大人，而是总司大人曾有令，3日之内不允许进入天断山脉。要是长月受了伤，我拿你们是问。要不是本总司前段时间有急事耽搁，长月断然不会出事。可惜，调料什么的都在王月身上。我有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些血礼就算了。好嘞。总司大人，刚刚那是储物戒指。哎，大人可使不得啊！这腰带便是空间秘宝，你要是想要，便赠你了。总司大人，
这可是女人佩戴的腰带，我戴着不合适。等回到清源城，我再赠你个空间秘宝吧。那属下便不推辞了。总司大人别嫌弃啊。你称我长月即可。那我私下便叫你长月。长月，我们消失了3天，这摩斯该乱套了。如今白骨大圣已死，天断山还有一些逃窜的妖魔，也需要清理。长月，你身体受伤了没？请副总司注意上下之别，还有称呼我职位。总司大人，这是谁？怎么和你在一起？我的事情不需要向你解释，要是你有异议，让你大哥来和我说。你是说，李天魁和炼皮妖被杀了？不错，而且属下曾仔细查看过，现场没有多余的打斗痕迹。李天魁与炼皮妖应该是被单方面碾压，没有丝毫反抗之力。只怕又和那洛尘有关罢了。这神秘武者既然出手解救，应当不是敌人，暂且不谈。如今白骨妖魔已除，今日休整，明日开始清扫天断山区域其余逃窜的小妖。是，总司大人。洛尘，你和总司大人什么情况啊？我与总司大人能有什么？只不过是在天断山碰巧遇见。你看你还不承认？当日你就在我身边，等我转过头，你小子就消失不见了，害得我们哥几个找了半天。等回清源城，我请大家去酒楼搓一顿。好。对了，刚刚站在3位校尉身前的那位青年是谁？那位是我们镇魔司2位副总司之一，名叫诸葛玉成，是个20族。他哥是与总司大人齐名的北境天骄诸葛兴。诸葛兴位列乾隆榜第2，是真正的天之骄子。但你也别小看我们总司大人，乾隆榜排名前5的这几位实力都相差不多。正所谓武无第二，只有真正交手才能分出胜负。这人是在追求总司大人，懂的都懂。怪不得。这是3品镇魔校尉令。如今镇魔校尉位置空缺2名，你也是斑血巅峰武者，在这次围剿天断山之中，你积攒的功劳也足够担任镇魔校尉。你不必拒绝，以你的实力足够担任。以你的天赋，担任镇魔校尉不需要像其他人那般轮值去巡守地界，这样太耗费时间与精力。你平日里只需要在城中修行，要是有寻常镇魔卫难以处理的妖魔，才会让你出手。好，这便是一枚戒指模样的空间秘宝，但因为空间秘宝稀少无比，时间短暂，我也就寻来这一枚，里面拥有3尺立方的空间。3尺见方足够使用了。这要怎么使用？滴血认主即可。多谢。你我之间无需客气，下去吧。3品镇魔校尉岳无常，此次围剿天断山神仙士族，深入山脉，救下2位校尉，斩妖魔10余位，记一大功。
全体镇魔卫，凡斩杀一头妖魔者，记以小功；凡参与此次剿魔任务的，记以小功。此次诛魔，镇魔卫洛尘斩斑血妖魔1头，小妖10余头，更是深入天断山深处救了我一命。上官长月当众说出此事，是在给我加码，让人知道我的功劳与实力足以担任镇魔校尉。从今日起，镇魔卫洛尘正式担任3品镇魔校尉一职，坐镇镇魔司总部，不必轮值巡守。镇魔校尉洛尘必然恪尽职守，不负总司大人栽培。查清楚了吗？这小子什么来历？这小子还是个天才，这精进速度比之我大哥都不遑多让。你说新晋的镇魔校尉要是死了，长月会不会生气？废物！来，吃慢点，别噎着。变化真的不大。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看出你胸有修贺，自信而内敛。只是没想到你小子却还是深藏不露。校尉大人过誉了，也是运气好。洛尘，不，洛校尉，你下属的10名镇魔使还没有着落吧？你看看我怎么样？酒后失言啊，岳大人，我对你的忠心天地可见。陈儿，六叔，昨日我晋升镇魔校尉了，只是与同僚聚餐，回来的晚了，没去打扰。好啊，好啊，比我当年可厉害多了。晨儿晋升可是大喜事，咱家要不要摆几桌宴席，热闹热闹？摆，必须摆。倒是挺气派。校尉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我身为镇魔校尉，手下有多少人？校尉大人因为不需要执行巡守之责，手下可分配10名到20名镇魔使用来辅佐大人。这样吗？我知道了。岳无常校尉手下有个叫王月的镇魔使，你通知他，之后来我手下报道。是大人，其余人我会随意调配。王月这人还不错，就凭他那日面对老袁的铁棒挡在我身前的一幕，就应该带他一下。大人，萧修竹，萧校尉前来拜访。萧修竹，我并不认识此人。不过既然对方是校尉，往后也必然有交集。请。萧大人，久仰大名，请坐。哈哈，洛校尉客气。今日来此，只为恭喜洛尘兄弟晋升，这是一点薄礼，莫要嫌弃。萧大哥也太客气了。洛尘兄弟，
可知镇北王妃即将来到清源城。萧大哥，我这刚刚晋升，消息渠道可没你广泛啊。听闻这次王妃到来，清源城要换天了。总司大人今早已经前去镇北王府护送王妃了。常月，他是镇北王府的人，或者已经站队镇北王府了。这萧修竹应该是常月的亲信，过来联系感情了，顺便提醒我一下。这么看来，这镇魔司之中也不是上官长雪的一言堂，下面必然还有别的势力的人。赶快来这妖魔闹上一闹吧，我好出去转一圈，对付妖魔更简单一些。老大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大了。以后在我手下做事，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好了，目前没有任务，自由活动。那几人我不放心，你平日里注意盯着点。放心，老大。老大，新一期的乾隆榜你上榜了！洛尘，乾隆榜95名，17岁，斑血极限镇魔校尉，曾一人斩杀斑血妖魔。虚名罢了。坐下慢慢说吧。老大，你看，这是情报阁刚刚送过来的任务。白龙江支流1日前，3座民村被妖魔屠杀，无一生还。特派遣镇魔校尉洛尘前去调查此事，不得有误。啊，这妖魔信息呢？什么都没有。镇魔司办事这么草率吗？老大，我去问过情报阁了，他们说时间紧急，并不清楚，还让我们快点行动。这任务是谁派给我的？是副总司诸葛玉成。这狠货不会将我当成假想敌了吧？立刻集合所有镇魔士，1个时辰后出发。是。希望你不要犯蠢。其余人呢？老大，有人在闭关，有人昨天受了腰伤，有人家中老母去世，没来。好，不来，有事也不禀报。从现在起，他们就不是我的人了。出发，斩魔之事不容拖延。这陆校尉还是忍了下来。年轻气盛，不应该直接要个说法吗？闭嘴吧，快跟上。王妃殿下，清源城已经到了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年长几岁，你叫我姐姐就好。姐姐，哎，这才对嘛。今日时间上倒是不急，你陪我到清源城中随意逛逛吧。恭迎王妃殿下。王妃殿下舟车劳顿，需要休息，就不麻烦各位了。进城。城主大人，这王妃殿下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听闻这位很受恩宠，有些……闭嘴！王妃，听闻你收了一名乾隆榜上的天骄，年纪轻轻便位列斑血极境，将来有机会成为神命境，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的确是个不错的天才。
我培养的蛊虫可以追踪妖魔，这村子附近有妖魔气息，证明他在附近出面过。老大，今天要不要进去查看一下？妖魔不在这儿，天色已黑，莫要去打扰村民。白天我们再进村，去2个人到山下看着马匹，大家轮流休息吧。老人家，你是村长吗？老人家不必多礼。村长昨天就带着一家人跑了，老朽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就留了下来。你们见过那妖魔？妖魔一般看不上普通人的血肉，一般袭击百姓的都是小妖。武者体内蕴含庞大气血与精华，才是那些大妖的目标。难道是特意屠戮村子，从而想引来镇魔司？我们没见过那妖魔，只是远远看见那江面之上腾空起一条水龙，转眼就吞噬了周边的村子。水龙，白龙江中大妖无数，不会是那里的妖魔潜入进这条支脉了吧？那就有些难办了。老人家转告村民一声，最近不要下水捕鱼，等我们处理了妖魔再通知你们。你们是来处理妖魔的？老朽拜谢诸位大人。老人家不必客气。这处支脉我曾经来过，水流绝对不会这么湍急。老大，这妖魔应该就在水下。等吧，妖魔总会露出破绽的。你们几人去沿途村落打探一下，这里交给我。诸葛玉成突兀的给他派这个任务就不平常，他没有任何证据，只能听从安排。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守好附近村子，只要这妖魔有所突破，必然现身，只需要等着便是。寿元17分2178，金刚身也要提升一下，对我的战力加成很大。最后再尝试推演360窍功法。投入500年寿元演化金刚身。第100年，草筑一门法门；第180年，你误入歧途，遭到反噬；第240年，你重伤痊愈；第500年，你武道宝体彻底蜕变。你命名为镇狱金身，寿元17分1678。不错，镇狱金身的镇狱之力算是不错的手段，500年没有浪费。投入寿元演化大师神权秘典。第1年，你失败了；第135年，你找到了前路；第320年，你成功冲开330窍穴；第600年，你动摇自身根基，重伤；第830年，大日熔炉秘诀圆满。境界玄窍160窍，寿元17分848。不好！妖魔来了，那是……哈哈哈哈哈！镇魔司武者这么年轻。血肉应当相当可口。白鹿江龙宫居住的天地之灵，敖天108窍，389、970。寻常妖魔的寿元在800年，这位仅仅才开辟108窍穴，却拥有接近1000年寿元，这就是所谓的天地神手吗？不过300多年才堪堪玄窍，想来他在龙宫之中也就是个小妖。
白龙江中的那位镇压无数水中妖魔，被大钱赐予封号，享受人间香火供奉。要是让龙宫之人知道你吞噬人族血肉，残害百姓，堕入妖魔道，你猜你会不会死？好吧。老大，我们来救你！不要过来，去保护渔村百姓。死吧！妈的，要不是有外人在，真想一巴掌拍死这条长虫。人族武者都这么强了吗？一个区区斑血境，却挡住我全力攻击，对抗这么久，逗你玩呢。这小子有点邪乎。该死的人族，给我死！你认识诸葛玉成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好好的龙宫不待着，为何来此？为了追踪一位叛徒。叛徒？龙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景致，妈的，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，总不可能让斗嘴的寿元飞了。有问题！白龙江横跨北境半数以上的繁华大城，沿途不知道有多少百姓依靠着井水生存，而龙宫的那位神圣便是这江中的定海神战。要是龙宫出了问题，不行，必须行动！快带村民们离开！先走，我们过去帮不上什么。大前镇魔司，镇魔校尉洛尘。诸位，仆在白鹿河之中守护龙宫，镇压妖魔，为何来此？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杀我族成员不给个交代，怕是说不过去。玄窍大圆满，此妖擅离白龙河，滥杀我大前百姓上百，吞噬人族，堕入妖魔道。我镇魔司必杀之。有趣，这么说来，是我龙肝看管不着了。杀了也就杀，人族当真如此得天独厚？此人年纪轻轻，竟然让我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，还是不要冲突吧。我龙宫有一叛徒逃入了这条支流，在下奉命前来追寻，还望镇魔河通融一下。白龙江水族进入我清源城地域，我可做不了主，需要总司大人同意。是急是急，还望大人回去通报一声。我等必然不会残害沿途百姓。阁下，你们龙宫之人屠杀我大前百姓，此事也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必然禀报总司，到时候总司大人怎么定夺，可不关我的事。好东西，这是一颗玄窍圆满大妖的妖丹，还望兄弟美言几句。还请诸位不要走动，在下这就回去禀报镇魔司。还请兄弟快些，这叛徒狡猾异常，耽误不得啊！到时候要是这叛徒屠杀百姓，我龙宫可不负责。你们追寻的叛徒犯了什么事？这是我龙宫家丑，就不多说了。老大，没事吧？老大，刚刚那是……白龙江水族来访，
我会上报总部，先安抚百姓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妖魔已被斩杀，诸位可放心。百姓生死不由己，只看天意。要是那水族不守规矩，首先波及到的便是沿途百姓村落。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镇魔校尉，改变不了什么。希望你们不要犯傻呀，不然未来我必然踏平白鹿江龙谷。白龙江，前段时间的确听闻白鹿江龙宫确实丢了一件宝物，想来那个偷到了龙宫秘宝的妖便逃入了附近江流之中。不必纠结，龙宫内卫不敢乱来。看来龙宫这丢失的宝物对他们很重要啊。这条老泥鳅都亲自来说明情况。总司竟然同意了，允许水族进入江流，同时镇魔司会派出500镇魔卫护卫沿途百姓，监督水族。老大，上面怎么说？总司大人同意了，但需要等总部支援过来，才会允许水族进入。龙宫之人还是有面子。老大，这白龙江龙宫之中当真有真龙？不知道，但肯定很厉害就是了。洛尘兄弟，镇魔司的命令还没下来吗？快了，快了！妈的，这小子收了好处不办事。龙宫之人杀了这么多百姓，怎么可能一点代价也不付出？要不是白龙江实力不小，镇魔司可不会这么好说话。虽然影响不到结果，但是恶心一下他们也挺爽。可惜了，这妖丹魔法缭绕着杀气，想必是嗜血妖魔的妖丹。洛尘兄弟，这次我们共同镇守。两位，我们可以行动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久等了各位。最近城中不太平，城主与总司大人争斗的厉害，还是出来好，不必烦恼太多。那城主背后是哪方势力？城主当然听命于大前皇室，那总司大人应该占据上风吧？当然，这次白鹿江异常不同寻常，我们要时刻留意。休整一晚，明日开始沿着江畔巡守。是。诸位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那叛徒根本就没有隐藏在此，或者早已经上岸离去。不可能！这叛徒究竟干了什么，值得龙族如此兴师动众？他们不会甘心的。根据总司传过来的情报，他们的目标从来都是那个叛徒本身。这叛徒曾经应该还是白鹿江龙宫里的一位大人物，只是不知道因何原因落到了这个下场。这是龙宫的水族兵将，足有上千。各位，你们已经同意离去，这样又是为何？敖胜法相景155895000，神域之上的法相，这应该是龙宫那位的子嗣了吧？
我奉白龙阁水君我父王之命前来，缉拿龙宫叛徒，清源城镇魔司理应配合。那还说啥呀？法相境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境界，完全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比拟的。妈的，早就听闻龙宫之人嚣张跋扈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。我们还是快些将情报送去清源城吧，等待上面定夺。奇怪的感觉，错觉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肖大哥，快些走吧，回去等通知。北海玄龟涅槃3转56019000。不敢动，不敢动啊！这具大妖看起来受了重伤，介于清醒与昏迷之间。一只重伤的大妖落在了这条支流之上，答案似乎显而易见。前辈，你还在吗？有什么吩咐？老夫李长生还望小友护持一段时间，老夫必有厚报。李前辈，李前辈，这个青色的小乌龟绝对不是他本体的模样，能把一尊涅槃境的大妖打成这样，恐怕只有龙宫那位白鹿将水君了。恐怕我全力出手都不能破开这只乌龟的防御。再者，谁也无法预料一位活了5000多年的存在身上会有什么底牌。接近2万年的寿元啊！不愧是以长生命命名的大妖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玄窍啊，怎么庇护你？要不丢了？算了，平白得罪一位第5境大妖，恐怕会被一巴掌拍死。可是，只要是被后生发现了，上官长月不一定能护住我。希望你所说的报酬，对得起我付出的奉献。现在江流被截断，必然有许多村民下河床去捞鱼，我们无法阻止，但要跟在他们后面保护。附近的5个村落，你们都去一趟吧。是。不要与水族起冲突，见到他们路过，立刻带着村民离开。小子，找到你了！敖元兄弟，别来无恙。谁他妈是你兄弟？把我的内丹交出来！你的内丹不是在你腹部吗？伶牙俐齿的人族小子，哼！今日非给你点教训不可！想跑？做梦！玄窍大圆满。洛尘兄弟，误会。既然无法善了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要你死！怪我，不要弄人，不要来！想跑，你给我留在这儿吧！不要！击杀敖元玄窍，掠夺272年寿元，寿元17座。好东西，玄窍大圆满的纯粹妖丹，价值比之前敖元给的那颗妖丹珍贵许多。这似乎是妖族的储物空间。老大，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没事，一只小虫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大概率是我们镇魔总部的高手出马了。这群龙宫水族太过招摇了，在我们镇魔司的地盘上耀武扬威，今日更是直接截断了一条支脉，直接影响了无数百姓。总部出手也合情合理。父王，镇北王府出手了，孩儿不得不暂时退出。镇北王曾亲自来找我，这件事便作罢。父王，那头老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
无妨，哪怕李长生真的把我们的计划告知镇北王也无碍。父王，镇北王他，镇北王野心勃勃，却被大钱压了200年，不足为虑。江面变化涌出不少妖魔，贡献差不多1000年寿元，好事。这妖魔出现的频率太高了，龙宫这次退走，多少带着不甘。白龙江宽广浩渺，其中成了精的水怪妖魔多不胜数，驱赶一些过来不是问题。嘿嘿，老大，这可是一份大功劳啊！这条支脉如今妖魔频出，镇魔司必然会派来一位镇魔校尉长期镇守在这里，日夜巡守。镇魔司那边估计已经开始选择巡守的校尉了。就是这沿途的村子要不太平了。这种妖魔泛滥的趋势，取决于龙宫的态度。这种时期，我们也无法影响。背后破碎的龟壳在愈合。李前辈，龙宫退走了。2位辛苦了，这处江流便由我来亲自接管。最危险的时候没见他们，现在风波平复了，来摘桃头。副总司，他们5人不听命令，不服管教，这身衣袍可以扒下来了。洛尘校尉，您年纪不大，官威却是不小。我们现在在副总司大人手下做事，还需要向你汇报。洛尘啊，镇魔使的任命，本总司可以做主的。不听命令，擅离职守。如今我没有接到任何人员调动的通知，他们便是我的下属，如此素质，难堪大用。副总司，你打算用这种人为你办事吗？诸位，此事是非对错已经明了，只需要回去等待总司大人定夺即可。有趣，妈的一条上官长月的舔狗，竟给老子找事！散开！玄窍巅峰妖魔，不理解，这条狗怎么脸上没有恐惧？8臂石佛，玄窍巅峰，378一清30。走！趁现在撤！你们回城报信，我去看看。大哥不是冒失的人，我们不能留下拖后腿，先传讯回去。萧修竹应该逃了吧？这次清源城镇魔总可谓是损失惨重。这玩意儿这么邪门，看他此时的状态，就像是被石佛给超度了一般。杀！石佛明显就是冲着我们镇魔司来的，还有诸葛玉成，他有问题。小友，背后那石佛上的人修的是妖血武道啊！妖血武道，那特妈不是疯子才会修炼的吗？妈的，上官长月在搞什么？这8臂古佛曾是白龙江下游一处水眼的镇守者，待妖魔化后，我念在他镇守水眼之功绩，将他镇压，企图净化他。可惜我想错了，这古佛是被人为污染的呀！诸葛玉成那种废物居然可以污染这尊古佛，有意思。
现在李长生苏醒了，这只老乌龟要是出手，拍死这古佛，不是给老子打儿子一般轻松惬意吗？小友，我一旦出手，必然被龙宫那位感知到，这还要靠你自己呀！洛兄弟，今日我们可要一起并肩战斗了。两位，化作我座下亡魂吧。好可怕的身高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吧！放下屠刀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那人要是再不离开石佛范围，恐怕再也不会醒来。小子要小心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正好没有人干扰，小爷来会会你这舔狗。镇魔！圣血捉魔！妈的，这一刀差点给我直接掏空。小友，这石佛胸口还有一枚佛心，可以留着。前辈，这石心没啥用啊，叫做妖魔之心更合适。八臂石佛好歹镇守水眼几百年，下游还有一些渔村供奉石佛，此石心中多多少少有一些愿力储存。愿力吗？愿力可用作提升境界、修炼特殊的神通妙法。一般佛门中人或是皇朝册封的神职，享受人间香火生灵的滋赏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是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那条老龙活了几千年，还没有一个娃娃看得通透。小友武道通天，所修本领也是前途广大。这石心可拿去售卖，想来有不少生灵愿意购买。前辈，你说这人是妖血武者，身上却没有什么妖魔特征啊？此人妄想祭炼八臂石佛，却遭受反噬。你刚刚又斩杀了石佛，精神识海被无尽怨气充斥，他是自杀的。自杀的？上官长月能信吗？他大哥诸葛兴能信吗？咦，修修主哪儿去了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怕你受伤，我就给你丢水里了。那古佛呢？已经被我解决了。牛逼！诸葛玉成死了，这次的损失责任可就要我们自己承担了。搞不好直接原地退休。诸葛兴就算再不要力，他弟弟入魔的事，他也不好当众跟我们翻脸。抱歉，诸葛玉成的堕落也是我的责任。宗司大人言重了，还是属下没有做好巡守职责。洛尘，跟我来。长月，这次诸葛玉成与八臂石佛背后应该有白龙江的影子。龙宫可能会推狼助澜，但诸葛玉成是怎么与八臂石佛接触，并且产生想要炼化对方的想法？这背后还有黑手在推动。我这次回去便会辞官，不要多想。这次损失如此之大，我作为总司责任无法推卸。你天资无双，好好修行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镇魔司派来巡守这片江流的镇魔校尉也已经到来，我们两个该回去复命了。
回来这几天，没想到总司大人又搞出了大动静。清源城城主战败，我听闻是被斩杀了。是北境12重城的所有城主，都已经是王府的人了。曾经，哪怕大前皇朝日渐衰弱，但好歹也是屹立3000年不倒的强大皇朝。千百载岁月过去，大前算是彻底失去对北境的掌控。时局动荡，谁都不知道这位北境的王会不会突然开战。在这种大事面前，唯有自身实力够强，才能明哲保身。洛尘，以你的天资与实力，加入镇北王法应该很轻松吧？总司大人随镇北王妃离去，前途依旧光明。你可是总司大人一手提拔，要是进入王府，也有人照应。总司大人哪怕辞官，也是如今乾隆榜前3的天骄，哪里是我可以比拟的？前辈，伤势恢复得如何？勉勉强强，没有个几十年难以痊愈喽。那为了更好的保护前辈，你那里可有观想图传承？小友现在开辟多少悬扣？悬扣360窍。我观你骨龄才18吧，马上就满19了。观想图老夫倒是有一些收藏，但能称得上是绝世传承的只有3道。第1道便是老夫所修观想图玄龟驼月震天图。第2道，龙宫那位神圣的传承观想图九玄吃龙吞海图。这2道都是先天神圣传承，位列观想图前列。你要是选择其中之一，老夫可为你领路。那最后1道呢？第3道曾是我在一处秘境偶然得来，名曰星河道卷炼神图。此观想图最是凶险，星河道卷会天地异象，以天地伟力滋养神魄。前2道传承我都可以为你引路，但最后1道只能靠你自己了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要是修炼你们这种天地神圣的观想图，可以达到巅峰吗？小友不必担心，人族亦是可以修行，只不过没有我们契合。那我修最后1道。年轻人没有挨过现实的毒考，要是练不成，还不是要求我老人家？这是一枚星辰碎片，其中便蕴含一门绝世观想图。当然，你要以精神力感悟其中隐藏的法门。精神力？我现在好像并不能让精神力外放。你首先要凝练一丝精神力，可以突破肉身桎梏，才能接触到其中传承。当然，其他2幅观想图，我可以直接把神韵传入你识海，你可以直接观摩。怎么样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前辈，我再尝试尝试。你不是镇魔校尉吗？可以从镇魔资换取一些凝练精神的天材地宝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你还有事情？李前辈，为何沦落到此？知道太多对你可没好处啊。如果大前崩塌，镇魔司的处境可就有些尴尬了。你会选择站在镇北王一方吗？我只为自己而活。大事会裹挟你站队的，没有人可以避免。这世间有许多涅槃境妖王、武道强者，但第6境却少之又少。100年前，大前的那位人间武圣寿元枯竭而陨落。10年前，大前国师寻到白鹿江龙宫，与老龙做了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？10年后，跃龙门走水化龙。为何等到现在？蛟龙走水化龙之路，需要引动整个白龙江水脉，借助这天地之势，越过龙门，挣脱水域束缚，最后汇入北海。如果蛟龙选择走水化龙，必然生灵涂炭。也就是说，大前的那位武圣老祖没有陨落的时候，是绝对不允许蛟龙走水化龙的。大前武圣陨落100年，可皇朝国运还在，老龙引动不了白鹿江水脉。但就在3月前，我等天地圣神明确地感知到大前的国运消失了，国运似乎是被什么镇压了。国运被镇压？我就是为了劝诫老龙而被他打伤。其实我死与不死都改变不了什么。
前辈说的对，知道太多不是什么好事。老龙9次涅槃，9次蜕变，1000年前就已经圆满，积累也足够。要不是武圣压制，也不会等到现在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尽皆占据。我在北海还有点家底，小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不妨与我回到北海之中。以你的天赋，未来倒是有机会冲击涅槃之境。前辈要离开大前吗？短时间内，可能。前辈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？什么？蛟龙化龙，就在北境之中。到时候北境生灵涂炭，镇北王会容忍？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按照老夫估计，如今大前国运衰落，又遭逢大劫，那位国师很有可能有手段打散国运。到时候大前皇朝崩塌，这不是镇北王希望看到的吗？怪不得龙宫那位老龙没有亲自来追杀李长生。如今大前最巅峰的3道势力，明面上都是希望龙化龙成功，以此来摆脱头顶上的国运压制。别想太多，哪怕你身处涅槃境，也无法改变。下雨了。李前辈，这场雨要下多久？老夫不知，但不会快。老龙在蓄势，一鼓作气，失败便生死道消。成功了便是逍遥天地的真龙是吗？今晚小开一下，先凝练一丝精神力，查看其中的传承再说。投入寿元演化修行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修行。第1年，你冥想打坐，酝养识海，小有所得。第5年，你聚精会神，识海无形之力离体而出，凝结一道精神力丝弦，聊胜于无。精神力还是太弱了，好在目的已经达到了。现在先去看一看观想图传承才是要紧事。这1个时辰都没过去，这小子就入门了？怎么可能？怪哉怪哉！3个时辰就是我现在观想的极限了吗？神意境成了。稳妥起见，每月固定小小突破几次，比一次直接吃成胖子要安全得多。外面的世道已经乱了。还是太弱了。冷静以我的实力，什么都做不到。我能做的，只有保护好我的家人。敖皇，回头吧。镇北王，你要阻止我？你们做的太过了。镇北王，我们应该站在一起才对，打破这该死的大前国运，我们都是赢家。大前皇族已经没落，国运被镇压，早晚都会散去。我还能再等等。我等这一天等了上千年，今日谁也无法阻止我。蛟龙化龙，旱笔出世。可惜了，镇北王还是出手了。可是千百年的布局，又岂能被一个小小的变数打乱？
谁赢了？不知道，没想到这位镇北王也已经涅槃巅峰了，后生可畏啊！我能感觉到大前的国运彻底消亡了。镇北王在最关键时候出手，还是没有阻止国运的消亡吗？你太小看那位国师了。老大，所有镇魔卫即刻出发白龙江，镇压暴乱的水族。如果遇见白鹿江水族，不要留手。副总司大人，上面准备与白鹿江开战。白鹿江水军擅自施展水法，半月时间残害我北境百姓超过100万人。如今白龙江水军已被镇北王击败，退至北海之中。为了防止龙宫残族继续危害安危，北境总兵大人调集6座众城所有能抽调的镇魔卫前去镇压。我这样讲，你们可明白？见过总司大人。总司大人，我名诸葛兴，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听说过。妈的，这家伙不会来找我麻烦吧？毕竟我好像亲手宰了他弟弟。小子，叫醒老夫何事？前辈，你可要保护我呀！老夫重伤在身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白龙江之事刻不容缓，现在出发。陆老弟，你这往后可要注意一点啊，以后尽量不要在总司大人身前晃悠。以你的天资，相信对方也不敢明目张胆。记下来。真是造孽啊！本以为是天灾，没想到却是妖祸。此次必要杀出个朗朗乾坤。这是最近第1只了，老大，这是第9头妖魔。小子，别看了，他害怕了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一头小妖逃了。洛尘，我想我们应该正式认识一下。见过总司大人。不必如此，长月之前还说起过你，我们也算是神交已久。请。前辈，怎么相互救急啊？别吵吵，老夫看着呢。这小子看上去挺好说话的。我的那位族弟，平日里在家族之中便行事荒唐，被家族派遣出来历练一下。只是谁都没有想到，他会堕入妖魔道。这半月，我已经仔细探查过族弟与石佛的尸体，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我诸葛家也不是不明事理的，自不会寻你麻烦，你大可放心。原来只是个不受待见的族弟。长月郡主临行前专程上门为你求情，这个面子我诸葛家愿意卖。那总司大人查到了背后黑手是谁？寻常人听到这个消息，该对我感恩戴德才是。在北境活跃的妖血武者组织就那么几个，其中天魔教的实力最为雄厚。合着你也没查清楚？请。前辈，对天魔教有了解吗？不是天魔教。当时我舅舅在现场，要是天魔教，我应该有所察觉。那是谁？老夫哪里知道？当时我濒临死亡，伤势过重，难以察觉。算了，也无所谓。不过嘛，你小子往后可要小心了。妖血武者的重要资源是什么？他们依靠掠夺融合妖魔血脉、妖魔器官，从而晋升。
把自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现在你们马上要与水族开战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妖魔血脉、蛟龙血脉。当日那条横困在水中的白眉蛟龙，一种生命层次的威压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不错，况且你杀了诸葛玉成，不管诸葛玉成是暗中黑手的棋子，还是他们的成员，你都得罪了他们。妈的，我好像什么都没做。怎么不知不觉的得罪了这么多人？诸葛兴的话也不能全信。好，开始演化修行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修行。第1年，你观想星河道馆炼神图，从每日只能观想3个时辰，到每日观想5个时辰。进步飞速。第10年，你日夜观想，智慧大开，星盘之上点亮108颗星辰，炼化108颗炼神铭文。第10年，你日夜观想，智慧大开，星盘之上点亮108颗星辰，炼化108颗炼神铭文。第100年，你炼化1080颗炼神铭文，祥辉散落间，精神力挣脱肉体桎梏，覆盖方圆千米。境界神意，神念出现100%，寿元加500年，当前寿元183950。无形虚幻的灵魂本质，这个善友突破了原有的界限，灵魂与精神力突破，直接增寿500载。你怎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怎么一下子就突破了？我服用了炼神大药，我也没有几颗。你放屁！突破时爆发的精神力波动把老夫都惊醒了，要不是我出手压住，这逸散的精神力早就引来诸葛兴的查看了。我刚刚看了，那就是一粒普通的药丸。前辈，那你说我为何突破如此之快？这我怎么知道？那不就得了？我那可是举世罕见的炼神大药，你不懂。莫不是被域外邪魔夺彻了？那才解释得通他在神行界的表现。不对，他的灵魂年轻，与肉身完美契合，完全没有被夺舍的迹象。可能真让你猜对了，只不过我是转世，不是夺舍。老大，这可是入了品的灵珠，好东西！镇魔尊专门劝着，咱们武者气血消耗大，就得靠这种入品的肉补着。老大，我刚刚听人传，咱们大前皇朝好像已经分崩离析了。消息传得倒快，不过距离大前国运消散也不短日子了。老大，大前亡了，那你说我们镇魔司该怎么办？咱们镇魔司可是大前鼎盛时期那位武圣建立的。大前亡了，和我们这些小小的镇魔使有什么关系？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连站队的资格都没有，只需要听从上面命令即可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总司大方啊，伙食还不错。以前那是临时任务，这次6城镇魔司联合，大营屹立，后方有粮草供给，这是要打持久战的意思啊！嘿，这小子有时候还挺聪明。双方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至于上面怎么想，我一个小小的镇魔校尉
只管斩。这鬼天气，本以为今年只是寒冬来得早，谁能想到这么凶？我在北境活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能把整条白鹿江都冰封的寒冬，以前听都没听说过。前辈，这天气不对劲。这方天下气运消散，往后天灾不断，直到气运重新聚集，诞生新的皇朝才会改变。听闻大前国师擅长推演占卜，手中有一至宝，可以借助国运操纵四方天时。但如今国运消散，似乎与传闻不同。老夫重伤未愈，不能动用实力，单凭眼界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这鬼天气，妖魔都龟缩起来了。清源城刘府，但愿还安定。等我回去。老大，你看前面好像有人。走，转头回去。老大，前辈，有生命气息。北东京的死人，真是死人？不对，我的感觉没有错。这是什么毫无价值的废物？把他一起带回去吧。明白。这些妖邪武士没到神境界，寿元与普通人无异，又融合了狂暴的妖魔之力，折寿严重，都是短命鬼。这种货色只是消耗品，只要有足够的妖魔之血，就能批量制作出来。咱不在白龙江附近，却只有这点实力，不是冲我来的。看来之前的推测没错，暗中真有一方妖血武者势力盯上了这里。总司大人，甲子1号区域半月搜查，出现了数十名妖血武者踪迹，尽数斩获。我们甲子9号区域也有妖血武者踪迹，因此还有1名镇魔使重伤。果然不是冲我来的。影子号区域未见异常，人手虽少，但已巡守完毕。经过镇魔司情报阁确认，这次妖血武者背后的势力是一个名为炼血宗的妖魔道门派。炼血宗，此门派擅长以妖魔精血为引，替换自身血脉，从而练就一些妖魔武道。80年前，镇北王见此门派多凶残暴烈，故而出手镇杀。只是没想到炼血宗还有传承幸存。大人，如今局势三方混战，我们何时开始发兵水下龙宫？是啊，总司大人，此等严寒，生平仅见。那些境界不高者，难以长时间维持气血消耗。等待即可。
如今白龙江沿岸的村落城池早已经被那场巨浪摧毁了。既然沿岸无需特别守护，往后你们巡守的频率可以降低一些。今日其余5城总督召唤我去商议，便到此结束吧。恭喜岳叔，实力更进一步，突破玄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日高兴，走，一起喝酒去。哈哈哈哈哈！神剑境第2阶段，精神力如潮水暴涨，神识探测可覆盖方圆10里，还可借助磅礴精神力御物御空。这个层次的武者，不管在什么势力，都是中流砥柱。可惜，在外只能施展玄窍手段，每天雷打不动，投入1年寿命修行。即便这样，这速度在外人看来也够妖孽了。前10名全是神境鬼武者，我这个18岁的排11，这下洛尘之名算是响彻北境12城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又和旧上司见面了，更没想到镇北王妃冷如雪会亲自前来。王妃殿下，大营之中条件简陋，无妨。早就听长月说过你，可惜上次走得匆忙，没有早些见到我北境的年轻天才。殿下谬赞了，我可没有夸大。现在北境大城之中，各大世家豪族，谁不知道你洛尘之名？你是我北境镇魔司的天才，当然不能埋没你的天赋。这是一本可开360窍穴的功法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谢过殿下赏赐。斑雪巅峰，好高明的隐秘手段，他身后定有传承势力。一路辛苦了，下去歇着吧。努力修行，未来天下争锋，镇魔司也不能独善其身。司里都是武者，这股力量没人能忽视。真到大战那日，镇魔司也必然随军出征。长月，你也要小心。可以修成360窍穴的功法。王妃也没说可不可以传授他人，应该是可以的吧。这本秘诀对我无用，倒是可以留着给瑶瑶修行。镇北王府的拉拢，身在北境镇魔司，本来就打着王府的标签，你敢给我好处，我就敢收。要不是不想暴露神域境的修为，我都敢直接开口索要神域境的修行资源。老大，雪停了！混账！终于等到你们了，炼血宗！所有镇魔校尉镇守四方，不得遗漏一头妖魔。原来镇魔司一直在等炼血宗先出手，也许一直藏在暗中的敌人才太过危险。镇魔司耗得起，炼血宗未必。那蛟龙敖胜可是法相境，这炼血宗敢在镇魔司眼皮子底下对他动手，实力非凡。我在年轻人中还算不错，面对这样的掌面还是不够看。前辈，这蛟龙要被群殴了，你怎么看？管我什么事，他又不是我子嗣。不过你们可真敢啊！这可是龙宫唯一龙种，
那条老龙还没死呢。你们找死！抢走！一头半妖，妖魔与人族的混血，炼血宗如今唯一的法相境。魔元法相拥有强大的肉身力量，一拳便可以轰碎山泉。碧水珠的水源镇压之力，对他影响不大。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先打起来了吗？本以为这炼血宗是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再不济也浑水摸鱼，掠夺点妖血资源。不止防备了这么久，谁知道他们竟是个莽夫。小子，使点劲儿！老大，这些水族不敢上岸了，跟着老大随便混一混都是功劳。应该是他们开始溃败了。水族失了龙王庇护，低调了许多。他们也没想与镇魔死战，战线拉得长，也是怕被镇北王一巴掌全拍死。这些时日损兵折将，水族已经没有再战的底蕴了。寿元快接近7000年了，一位第6境人族武者的全部寿元，也在我现在的一半。不过，往后的消耗也很庞大。洛尘，我有一处大机缘，你要不要？前辈，什么机缘有没有危险啊？我寿元大把，稳健修行一样能成为强者，可不想死。现在龙宫空虚，碧水琉璃大阵也消失了，正是偷家的好时候啊！我熟悉龙宫的一切，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说出你的目的。你这老龟人老成精，肯定有所图谋。龙宫之中有一座化龙池，可以恢复我的伤势。化龙池，化龙池之中蕴含了老龙几千年搜集而来的天材地宝，无数珍稀灵玉蕴养一池。哪怕老龙吸收了许多，残留的药性也足够我恢复至少一半。我也没有骗你，一座龙宫的底蕴，哪怕一些珍贵之物被老龙随身携带，剩下的也足够你修行到法相。你确定没有危险？大概率没有。要不是老夫现在动用不了多少力量，也不会让你去冒险。错过今日，老夫又得等数十年慢慢养伤。涅槃大妖失了力量，睡觉都不踏实。干了！李前辈活了5000多年，寿
寿元比我还长，他比我更惜命，绝不会拿2条命去冒险。我来助你。老大，妖魔突袭！你这样消耗太大，还是我来吧。前辈，你身上的好东西果然不少。快！要是上面战斗结束了，龙宫的东西可轮不到我们了。前辈，现在里面有生灵吗？没有，走。别看了，好东西都在里面呢。不会是真被忘出手了吧？不是，是2尊新出现的法相，应该是镇魔司北境总兵的人。只要那2尊涅槃境没到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这长水不是水，是无数天材地宝的灵粹交织成的灵液。我这小身板可承受不住这么庞大的能量冲击。舒服，几千年底蕴的化龙池，老龙准备化龙也才吸收了4/5，剩下的这些够我恢复大半了。宝物。成功掠夺化龙草3阶，700年寿元。面板连动植物的寿元都能掠夺，之前没遇到过入品的天材地宝，我都快忘了，这好发了。成功掠夺金刚果3阶509年寿元，寿元上限成功突破1万年，开启寿元增幅功能。当前寿元1810-300。不好，化龙池！还好没超过神境界的范畴。畜生，你为何会在化龙池中？宗门损了数10年积攒的祭愿，才为我争来这一点时间。眼看就要得手，竟被你做了嫁衣。要去炼血宗之人，炼血宗的半妖血脉，人妖混血，天生的妖血无成，既有妖魔的漫长寿元，又有兼容妖血秘法的体质，能直接泡在化龙池里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是一只普通的乌龟？小小白血，不对，小小玄窍也敢对我出手？哪怕你隐藏修为又如何？在神意面前，你依旧如蝼蚁，给我死！宗门大计一败，就算这神山砸死这小子，我也绝不是那只乌龟的对手。走！神意攻击真是凶险，好在我的神意足以碾压他。击杀元3神意境，掠夺689年寿元。不枉我每日刻苦修行，最近每天都得投入至少5年寿元，才能推进1%。想什么呢？还不快走！前辈，修为恢复了。没有，老夫好歹是涅槃大妖，平时随意一次闭关都要数10上百年，这么重的伤，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修复？化龙池中的灵液被我收了起来。那刚刚为何不直接收取灵液离开？你去搜集灵药需要时间吧？
我在这边稍微恢复一些实力，咱们的安全才有保障。老大你在哪里？嘿嘿，我这水藤蔓虽然战力不高，但恢复力恐怖，就是耐草。老大，发生了什么？被妖魔偷袭，拖下了江水，我又不善水战，与他缠斗了好久。上游的大战结束了吗？应该结束了，余波停了好久了，就是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镇魔司所属，继续巡守白鹿河。看来上游已经结束了，注意动静，别让群龙无首的残余水族流出江流。前辈，龙宫之中不会留下什么破绽吧？镇魔司能人无数，要是顺着气息寻到我，就麻烦了。放心，我已经收好尾了，化龙池里恢复了些力量，你能想到的，我早已处理干净。那就好。消耗寿元可增幅5技，消耗100年寿元，身具防御。下一次攻击增幅1倍，上限10倍战力。突破法线境后，增幅所需元相应提升。牛逼！这就是一张底牌，比那些搏命的燃血秘法、折寿秘法好太多，好用不伤身，还没有副作用。采摘的时候太急了，多少都有些损伤。前辈，你那里有没有可以张放宝药的容器？好东西都糟蹋了。这是9黎原木雕刻的木盒，可以封锁球精粹。还有，把我的什么碧水珠还给我。算了，送你了。那真的多谢前辈了。这些宝药，有些我在书里见过，大部分认都不认识。管他呢，能种在龙宫里的都是好东西，打包带走就对了。可惜时间太匆忙了，还没好好搜刮一番。要不你再回去一趟，反正也找得到路。那就算了。不过可惜了，你小子运气不是很好。怎么说？这13株灵药只有3株是成熟的，其余都没有成熟。这种天材地宝生长周期异常漫长，3阶灵药纵折要几百年才能成熟。要不是老龙需要大量灵药补充化龙池，龙宫也不会花庞大的资源与时间去培养。那些成熟的早就投进化龙池了。你这些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虽然大部分没有成熟，但品级已经达到了，药力虽没到巅峰，也是难得的珍品。行吧，反正也白捡了几千年寿元，不亏。前辈，这些灵药里有可以为幼童筑基的吗？没有，那些世家大族也不见用3阶灵药筑基的，你就别想了。没有就没有吧，等安稳下来，卖掉一些换资源也好。修行至今，花销的大头还是柳家给我筑基的药山药玉，进了镇魔金到全凭时间积累，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早就听闻白龙江龙宫建造的奢华贵丽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我就喜欢这种亮闪闪的宫殿。现在这座宫殿是我的了，你们可都小心一点，别破坏了。回头得想想把它搬到哪里去。这是炼血宗之人，殿下，应该是有2方人马在此争斗。至于争斗的原因嘛，查！我要知道是谁。苏信，所幸其余大殿之中还有不少好东西，倒不至于一无所获。小子，我要去寻个地方闭关养伤了。龙宫的危机解了，老龙遁入北海不知所踪，我也有了这些资源，可以安心养伤了。啊，前辈这是要离开了吗？也是，要不我这样的小武者，哪有与一尊涅槃大妖同行？你小子天赋不错，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你的天资我看在眼里，将来突破涅槃都很有希望。前辈，小子，这是我涅槃时的遗骸碎片，可以为你抵挡一次致命攻击，便赠予你了，保命之宝。回去找根绳子穿起来，挂在脖子上，贴身带着，放进空间秘宝里。真遇上偷袭，怕来不及取。白龙江被这么清洗一遍，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成气候的妖魔冒头了。回城，老大，回去一起去春风楼喝酒去啊！就是，这几个月可憋死我了。诸位，城中已经摆好宴席，恭迎镇魔司凯旋。听说新城主是王府出身，难怪这么客气。
镇魔司诛魔降妖乃是本职，倒是让城主大人费心了。比起总司大人这成名已久的乾隆榜第一，骆校尉这新晋的第11位才更了不得。听说今年才18岁。英雄出少年啊！坐下，他是镇魔司的镇魔校尉。镇北王大势已成，镇魔司就是王爷手中最锋利的刀，没人想去试一试这把刀的锋芒。老大，去春风楼玩玩。春风楼就不去了，回城第一天总得先回家，给家人报个平安。这幅不错，与晨儿倒是般配。伯母，司里还有公务，我先走了。恭喜萧兄，武道之路又进一步，侥幸突破。3天后，清源城的万宝阁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洛尘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拍卖会？我手上不少好东西自己用不上，只有上了拍卖会才能卖出满意的价格。我自有兴趣的，不知道这次拍卖会有什么门槛？你这张脸就是门槛。如今你可是清源城炙手可热的新星，万宝阁只要没昏了头，你去不去都会主动送一张请柬供来。倒是可以去见见世面。千载玄冰虽，天灵芝，玄窍功法，蛟龙精血。看来这万宝阁背后有镇北王府的背景。敖胜没有死，被押进了镇魔大狱。一条活着的蛟龙，价值远大于一条死尸。更何况老龙只是跑了，还没死呢。第2阶段过半了，数字很好看。不过今晚会更好看。前辈走了，不用再一点点稳步来，可以痛快消耗一波了。不过这次突破，得找个安全的地方。投入寿元，演化修行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修为。第1年，你日夜观想星河道卷炼神图，神意略微增长。第50年，神意凝形推进。第150年，点亮周天星辰，神意凝形圆满。第300年，周天星辰36000颗，你已点亮过半。第580年，精神力与观想图完全契合。第730年，你领悟大神通星河道卷。第1890年，星河道卷真至圆满。真心通玄，精神力足以干扰现实，以假乱真，引动天地异象。原来如此，肉体承载灵魂，灵魂驾驭肉身，相辅相成。肉身过强，灵魂便难以驾驭，反之亦然。这就是神意之前破镜不增寿的缘由。上有星盘镇压尸骸，魂婴也有魂铠护体。只要不是彻底的碾压，神魂攻击我不必再惧。神心通玄，到了这个境界，哪怕在高手如云的镇魔司，也算得上核心了。清源城总司也不过就是这个层次。可18岁的神心通玄太过逆天，暴露出去，危机远大于利益。岁月宝卷还只是残篇，要继续推演吗？涉及时间的力量，没有弱的。投入寿元，演化岁月宝卷。成功投入寿元演化功法。第1年，你观摩岁月之气毫无头绪。第50年，你没有放弃，开始寻求传说中天人合一的顿悟状态。第200年，你依旧对这道岁月之气毫无进展，渐渐有些绝望。第500年，这一日，你内视自身，突然看见一轮虚无缥缈的轮盘。你福临心智，找到了突破口。这消耗太大了，我寿元虽多，可所修的功法神通个个都是消耗大户，要不是最后出现传奇，我都要停了。第700年，你已能稳定观测到肉身之中的轮盘，轮盘之上有700多道圆轮，你将之命名为命轮。第1000年，你总结命轮之上刻录着天地本源规则，时间生灵每过1年，其上便多出一轮，年老者命轮布满伤痕，濒临破碎。第2100年，你完善岁月宝卷，根据自身刀法融合岁月之气，展出一刀，名曰岁月天刀。岁月天刀，这一刀斩在命轮之上。功法岁月天卷大成，当前寿元186840。这门功法更像我的修行手记。面板评定虽是残缺，能记出一门不弱于大神通的刀法。
2000年寿元，不亏，不亏，还大赚。6000多年寿元，后续的法相境功法还没有着落。我进步太快，不可能从镇魔司换到进阶功法。别的10年境都是沉淀多年攒够功劳，换取功法顺理成章。我呢，暴露出去只有2种下场：要么被镇北王牢牢绑上王府的战车，要么被当场拿下。研究我身上的秘密，换成我是掌权者，也必然选后者。如今实力暴涨，何止几10倍，得好好沉淀消化了。这位骆校尉到底是什么修为？司里猜来猜去，谁也说不出个准数。反正往高了猜准没错，可再高也没人敢往神念境上猜啊。诸葛兴，这道神识极为隐蔽，若非我破了神意，绝察觉不出来。清源城镇魔司里有这修为的，只有他一个。不过今非昔比，同为神意，他威胁不到我。星儿，这就是那洛尘。叔父，正是。叔父，族弟的死我已经查清，确实是机缘巧合修行了妖魔功法，迷了心智所致。镇北王府如今对洛尘极为看重，我诸葛家不宜再与他结怨。哼，玉成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哪怕修行魔道功法，也该由我诸葛家族处置。剩下的事情，星儿你就不要管了。叔父啊，这是你与洛尘的恩怨，就不要拖整个家族下水了。你若杀得了洛尘，镇魔司总部与王府必然追究；你若失手，也是你自作主张，家族不会为你一人去针对洛尘。身为下一代家主继承人，这点话语权我还是有的。真是热闹。老弟啊，我这也算是沾了你的光。这乾隆榜天骄的身份挺好用啊。老弟，可有看上的目标？倒数第10件拍品，我倒是有点兴趣。我就没有你那身家了。诸位，欢迎大家来到万宝阁拍卖会。因为涉及交易珍宝太过珍贵，无法用世俗金银衡量，诸位贵客可以物易物。话不多说，请看第1件拍品，来自极寒深渊下的千载寒冰髓。恭喜小兄喜得宝器，一株3阶大药。赤红女血，归36号包厢所有。检查一下吧。这运体可以请镇魔司的筑气大师锻造，融入金鳞之中，提升金鳞的强度。下面请看本次最后10件拍品。第1件阴阳子母莲，阳莲子可补充纯阳之气，阴莲子可滋补纯阴之气，是修阴阳合欢大道的绝佳补品，亦是感悟阴阳真意的珍贵天才地宝。此件拍品只接受以物易物，天才地宝优先。5株3阶大药，8株3阶灵药，我出9株3阶灵药，1株4阶灵药。恭喜36号包厢贵客拍得珍宝。起火令，离火秘境100年开采权。